全系800伏平台，全系高阶智驾，全系高级座椅，这样的配置在2025年已经不算新闻。但在此基础上，再加上全系双腔空悬可调减震，起售价不到22万，还真就闻所未闻。5年前上市的老 P7， 如今看来依然前卫，而新 P7 的设计再次领先版本好几年，未来和复古、赛博与朋克，在它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。俗话说得好，车要好看有3宝：低趴、宽体、比例好。5厘米的可调空悬兼顾了通过性和低趴姿态，向内收窄的座舱营造出了同级少见的宽体效果。长长的车头和倾斜的车尾是典型的轿跑比例，而且没有什么复杂的多余的装饰，有一种没有被领导污染过的纯净美。我单方面宣布，它就是国内这几年设计最惊艳的车型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反而觉得它像是游戏里的车。确实。说到游戏，自然少不了一把好用的键盘。我们的老朋友 Cherry 刚发布了全新形态的貔貅99旗舰级键盘，造型就像新 P7 一样，科技感十足，仿佛来自未来。阳极氧化全金属 CNC 键身，质感精美，手感扎实，个性化程度进一步提升。这种开放式结构除了可以张开立起来当个摆件以外，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传统的键盘结构可能产生的空腔共振，敲起来的感觉真的很高级。说回新 P7， 所有的车机和尾翼限时免费，即使是这款最节能的轮毂，似乎在 Brembo 卡钳都是标配。轮胎是前后配，宽度遥遥领先同价位。最贵的21英寸轮毂带着点极星的韵味，但更好的轮胎会带来额外的电量消费。所以说啊，好看的代价往往都是浪费。那整辆车都这么好看，代价是什么？是更大的浪费。新 P7 的后排看起来还可以，但对于较高的乘客来说，坐高偏低。前排座椅下方也基本没有放脚的余地。虽然坐垫已经尽量上斜，但承托依然有限。椅背后方被一道横梁挡住，和坐垫形成了一个不大舒服的角度。头顶和车顶之间只有1元硬币的厚度。竖着放？竖着放那是小米，它只能横着放。其实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，我对它的后排空间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了，实际表现也符合预期，同级别只能倒着数。与后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排的体验，座椅造型美观，填充厚实有包裹感，标配加热通风按摩记忆，主驾还有侧翼和腿托调节。方向盘的尺寸很标致，握感厚实很饱满，实体按键配合双旋钮，很小米。毕竟都是小字辈嘛，对于我这种喜欢开车的人来说，这样的驾驶位啊，根本把持不住。公式化的布局虽然没有多少新意，但依然展现出鲜明的个性。内饰与外形风格高度统一，丰富的棱角和切面凹凸有致。所有的座椅都是 Nappa 真皮搭配仿麂皮，车顶超纤绒非常细腻，中控屏连着机械臂，有着很高的机动能力和手动能力。这造型，这中控屏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有高和下岗员工去小鹏再就业了。流媒体后视镜弥补了后窗视野的纤细，全景影像和盲区影像又大又清晰。说了这么多全系标配的优点，是时候挑点缺点了。虽然是 8295P 加图灵 AI 芯片，但车机操作不是特别流畅。没有卡，就每个都卡。驾驶模式切换也不大跟手。硬件应该没有问题，我猜应该是优化的问题。另外，我之前吐槽过小鹏蓝牙音乐识别不准、中英文不分的问题，在这辆车上依然存在。这次我还发现了更离谱的，它能把一首8年前的歌识别成最新单曲。
后排看似有独立空调，但真正独立的只有开关，风量、温度都和前排联动。杯架设计不够好，大瓶子容易卡住，小罐子容易卡不住。新 P7 的门把手还是不大顺手，且在将来可能会被取缔的跷跷板造型。车门内饰板的接缝偏大，且不够整齐。AI HUD 虽然面积很大，但清晰度一般，会造成一些眩晕感，类似早期的08和腾势 N7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理想的 HUD 还是最清楚、最舒服的。咱就是说，实在不行可以抄作业嘛。在小额的坐姿下，布局类似领克的氛围灯，刚好不会反射在后视镜上。但在晴天的特定光线下，银色饰条加上白内饰会把后视镜完全糊上。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，这还小啊？要我可忍不了。只要它够好开，这些都可以忍。和那些舒适性配置相比，更吸引我们的还是新 P7 全系标配的双腔空悬加可变阻尼减震。看了先前小鹏关于操控和圈速的宣传，我们以为 P7 会是小鹏有史以来最运动的车，但开了以后，我发现它同时还是小鹏有史以来最舒服的车。如果用2个字来概括新 P7 的底盘，那就是稳和顺。无论什么模式，对于路面细碎的过滤都很好，是那种稳重丝滑又保留一些路感的调教，不像某些车型那么毛躁，也不像某些车型那么飘摇。面对起伏也没有多余的抛跳，飞坡表现和苏7、007、L6 这些运动健将略有差距，但也属于第一梯队。把底盘模式从节能往运动调，它的路感会更清晰，转向响应会更好，侧倾会更小。但也就运动模式的区别会明显一些，可能是因为它的空簧调到了更硬的单腔模式，但整体风格还是比较一致的，不会说硬的时候像 3P 一样硬，软的时候又像 Mega 一样软。而且很难得的是，它不论什么模式、什么底盘高度，驾驶感受都很好，从飞坡就能看出来。我现在把底盘调到节能，悬挂高度最高，智能底盘关掉，但你会看到它飞坡的表现和运动加上最低底盘基本没什么区别，不像某些车调软调高以后就完全垮掉。这种特性其实和之前的御七 Max 有点像，只不过御七它整体都是比较买菜的类型，而新 P7 它是均衡偏运动一些的类型。如果和其他的可调减震的车相比的话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到底是区别大的好还是小的好呀？各有各的好吧，主要还是看调教。我试过那种不同模式区别很大，但没一个好用的。也有像福瑞家那样不同模式的长板、短板都很明显是要根据路况去选择的。而新 P7 不管哪个模式都好用，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。但你至少得管管后排乘客吧？我操！哎呀，小鹏的这个后悬调教还是差点意思啊，后排的抛跳会比前排多一些，而且容错空间比较的小。运动模式过减速带和一些大的瞬时冲击的时候，后悬的表现会有一些生硬，也有一些余震，特别是胎压偏高的情况下。我刚拿到车的时候，胎压是 2.5， 表现非常好，很正常。后来呢，达到了推荐的 2.8。就发现它的共振、细碎震动、余震一下子都变多了，所以我个人建议这款轮胎的胎压不要打得太高，不然还挺影响舒适性。除了豪华的底盘配置，这辆后驱版本还拥有小鹏史上最强的单电机，367马力，465牛米，回收和输出之间过渡丝滑，日常驾驶线性跟脚，官方0-100 5.8秒，弹射模式实测5.81秒。这种5秒级的0-100就是我常说的甜品级动力，日常够用了。非要挑的话，就是激烈驾驶的时候动力响应一般，不如小米、智己、特斯拉和老款007还有汉差不多。而且它的这种延迟不是那种渐进的延迟，是有点突兀的延迟。它不是还有一个车手模式吗？对，这个模式响应会更快，但是不能在公共道路上用，路上可以用这个增压模式，效果差不多，只有20秒，但可以一直按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既然可以一直按，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常驻的模式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新 P7 还拥有小鹏史上最好的刹车，不像 P7 加和莫纳03那样低速有奇怪的吸入感，线性平顺，脚感可调，能量回收可以全关，舒适制动效果显著。非要挑的话，还是2个问题。第一，激烈驾驶的时候给人的信心不是很足，行程偏长，响应也不是很快，这方面10和007做得更好。第二，不开舒适制动的话，快刹停的那一段还是不大好控制。
这个也是小鹏的老毛病了。新 P7 还拥有小鹏史上最好的转向，虚位和响应速度适中，力度和阻尼渐进不突兀，方向盘圈数和转弯半径同级正常水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它的高速归中性挺好，不用一直微调。非要挑的话，好吧，这个问题有点明显，不用挑，就是我们这辆车它弹道偏右。我检查过车况，没有事故，也没有激烈驾驶，但方向盘就是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总的来说，这辆后驱新 P7 的驾驶感受非常全面，甚至可以说同价位最全面的。但是呢，又好像没有哪方面特别的突出。动力响应排在特斯拉、小米、智己、智界后面，转向排在特斯拉、宝马后面，刹车排在特斯拉和领克的后面。底盘确实非常好，但属于那种均衡向的好。所以作为一辆20多万的家用车，这个表现非常的优秀。但我个人觉得它不属于那种特别有驾驶乐趣的类型。当然，如果换成4驱版的话，性能肯定会强很多。21英寸的 PSEV 轮胎操控肯定也会有一些不一样。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再体验一下。如果还想更运动的话，可以选那个16999的赛道套装，也就是刷圈用的那一套，键盘值非常高。说到键盘啊，这款貔貅99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，它有按键音效。预设就有很多种，还可以自定义。可能是因为它3代轴体多层结构加上双悬挂系统太安静了，怕大家无聊吧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性能不是开玩笑，在全新芯片的加持下，做到了有线、无线、真双 8K 轮循率，是目前当之无愧的旗舰级性能。哎，那新键盘这么好，旧键盘怎么处理？那当然是除了驾驶感受，智驾也是如今消费者关注的重点。新 P7 没有让激光雷达破坏外形的流畅，只依靠摄像头和毫米波、超声波雷达进行感知。搭载3颗自主设计的图灵 AI 芯片，单颗有效算力750 TOPS， 同级遥遥领先。算力强就一定厉害吗？不一定，还得看算法。但如果差的太多，比如1500比84这种，那可能还是有差距的。新 P7 的智驾表现，比起我们之前试过的 G6 和 P7 加有着显著的提升，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同级领先水平。路口掉头非常顺畅，转弯后车道选择非常准确，红绿灯起步速度也不慢。但是呢，也有表现不大好的地方，比如有时候变道太积极了，后面的车已经上来了，它非要变，而且不加速就硬变，有种素质不大高的感觉。还有一次没有识别到路边的施工牌，我如果没有接管的话，可能就蹭上去了。还有一次呢，把左转绿灯识别成了直行绿灯，差点就闯过去了。以上这3点啊，都是我在打开相机记录之后的10分钟之内发生的。更多的我也就懒得说了，免得又有人说我在故意黑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除了这几个明显的翻车案例以外，它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至少比吉利还有小米家的智驾明显更好。新款 P7 相比旧款升级了前排双层隔音玻璃，实测60巡航54.8分贝，80巡航59.1分贝，和速七 Max 基本一致，优于隔壁007，不如自家 P7 加。能耗一直是小鹏的强项，小奥上下班通勤空旷，100公里电耗13度左右。CLTC 续航打85折左右，表显电耗比较准确。5C 超充理论上最高功率是375千瓦，新 P7 实际能够短暂超频至398千瓦，20%到80%仅需10分钟，和5.5C 倍率的007 GT 表现接近。总体来看，新 P7 的产品力非常全面，它的造型很帅，配置很高，驾驶感受不错，电耗很低，而且智驾也不错，特别是全系标配空悬啊，解决了新能源轿车通过性的痛点。至于缺点呢，前面也发现了一些，但我个人觉得不算什么大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后排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设计，同时对后排要求不高的话，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 ，P7 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我希望它能有个不错的销量，毕竟这么有创意的车真的不多。
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投币，顺便再点个关注，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同时也感谢老朋友 Cherry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。这款貔貅99键盘有着别具一格的造型，就像本期的主角一样，仿佛来自未来，在市面上独一无二。同时它的性能和配置非常高，做工用料非常好，价格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应该会是一个旗舰级的价格。最近有装机换件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。那么接下来按照惯例看看大家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。底盘算舒适还是运动？除了运动模式以外，其他模式属于我很喜欢的那种舒适，它不会很软，不像 P7 加高速那么的晃，它很稳的同时滤震效果也很好，所以我说它是小鹏史上最舒服的车。至于运动模式，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硬，不会像007 GT 的空悬还有4驱的智界 S7 那么硬，和苏7 Max 差不多。但 P7 有个问题是后悬的抛跳会比前悬大一些，面对减速带这种比较大的瞬时冲击，后悬也会比较容易有余震和共振的声音。运动模式比较明显，胎压太高的话会尤其的明显。我感觉这车对于胎压的敏感度比大部分车都要高。当然以上评价都基于这辆后驱版的 P7， 因为它的底盘配置结构和四驱版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会拿它和别家的四驱版去对比。但 P7 的四驱版它的配重不一样，所以说驾驶感受可能会有一些区别，到时候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。圈速算快吗？这赛的圈速是改装了轮胎和刹车以后做出来的，非常快，和苏7 Max 换了半热熔以后的成绩差不多。这套东西呢可以在官方商城买到，所以说圈速也算量产车圈速，可以上圈速吧。不过我相信即使没有这套东西，它的圈速也会很快。但圈速这东西大家还是得辩证的看待，它不能和运动操控完全的划等号。因为你看像预期那么买菜的车圈速也可以很快，像 Model 3P 这么极致操控的车圈速反而没有特别的突出。低配的马吉斯轮胎性能够用吗？这个轮胎的性能确实一般，刹车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。如果踩得重一点的话，就容易响胎；即使不是那么重，如果压到路上的车道线或者箭头，也可能会响胎。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乱踩电门导致打滑，因为它的电子稳定系统标定还是比较保守的。即使在车手模式全关 ESP， 它其实也没有全关，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。刚试驾完，不知道为什么新 P7 的抬头显示重影看起来特别的重，确实看起来不大清楚啊，而且脑袋稍微动一点的话就会产生变形和模糊，所以说感觉会有点晕。虽然说可以关掉吧，但是毕竟也是我花钱买来的，还是会感觉有点不爽。之前我们也试到过类似的 HUD， 面积很大，但不大清楚。要我说实在做不好的话可以不做，再给我便宜点。新 P7 和007 GT 选哪一个？007 GT 入门的那个后驱智驾版，如果把 Nappa 真皮和空悬选上的话，价格其实和 P7 后驱长续航差不多。我之前去店里试新 P7 的时候，店门口就停了辆007 GT， 相比之下它就厚得像一个面包一样，但是它的空间实用性就会强很多，内饰的做工跟质感也会更好。带空悬的007 GT 底盘更硬，操控性更好，动力跟刹车也更好。新 P7 的底盘舒适性更好，智驾更强，是不是听起来还挺反差的？但007 GT 如果不选空悬的话，它的底盘评级在我这边会落在新 P7 的后面。所以说两款都是很不错的车，但是取向不一样，还是看个人需求。新 P7 能够打过 U7 吗？因为新 P7 的四驱版我没开过，所以这边咱们只对比后驱版。苏7标准版的驾驶感受还是很不错的，这方面 P7 后驱版领先的不多，反而是空悬通过性上面的优势比较明显。然后它的空间、隔音、电耗表现都差不多，智驾是 P7 遥遥领先。所以说产品力的话 ，P7 完全打得过苏7，现在很多车都打得过，但销量就不一定了。小敖1.8米坐主驾不难受吗？我感觉视野不如苏7。P7 的坐姿确实会比苏7高，中央后视镜也会更挡视野，但是没有到 1T5 那么过分的程度，而且更高的坐姿换来了更好的腿部承托，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。小鹏新 P7 最低配和领克10EMP 顶配选哪一个？既然你这么问，我就当你完全不在乎纯电还是混动，也不在乎里程焦虑。新 P7 的价格会高18000，如果选21英寸轮毂的话，就高26000了。想省点钱的话，10EMP 已经很好了，而且它的后排更大，配置也更高。但是新 P7 确实底盘会更好，智驾也更强，贵还是有贵的道理，我没有办法帮你选。但如果是我选的话，我会选择斜修，也就是拿着新 P7 的预算买10EMP。
然后用剩下来的钱自己改一套避震。全景天幕在大热天前后排会不会烫头？如今这个级别的电车全景天幕隔热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前排头顶有一定空间的话，不大能感受到热辐射，但这块玻璃本身晒久了还是很烫的，在后排确实会烫头，就真正意义上的烫头。我这个身高坐直一点，头就直接顶在玻璃上。在店里试驾的时候也发现后排头顶的玻璃特别油。相比上一代小鹏 P7，会有什么明显的优点或缺点吗？上一代 P7 在5年前刚出的时候还是蛮能打的，但是放在24、25年就有点不够看了，驾驶感受、配置、空间、智驾都一般般。而新 P7 在继承了老 P7 设计理念的基础上，产品力全面升级，也就后排还是不大行。车身离地间隙最低是多少？下地库容易刮底盘吗？标准状态离地间隙大概是140毫米，和大部分电车差不多。空悬降到最低的话，大概是120毫米。这个时候通过性肯定就不大行了。如果遇到坑洼或者地库的话，就得通过方向盘上的2个旋钮调模式，或者把空悬调高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空悬抬升的速度不是特别快。车机卡顿吗？有点卡，感觉不是小鹏的正常水平。之前 Mona 都不卡，后续应该会 OTA 优化吧。除了卡顿以外，菜单的功能分布我觉得也有点乱。驾驶辅助相关的分到了2个菜单，驾驶模式菜单里塞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在车辆菜单里的东西。座椅加热通风在空调菜单里，座椅按摩在座椅菜单里，座椅迎宾功能在门窗菜单里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要表扬一下，就是小鹏的蓝牙钥匙是我试过的所有车里面表现最好的，从来不用担心罚站，反应非常的快，建议所有车企向它学习，尤其是谁我不说，你们自己打在公屏上。支架怎么样呢？之前已经介绍过了，第一梯队的水平，但还不够遥遥领先，端到端功能目前也没有开放。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想吐槽很久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智驾在面对大车的时候策略都很奇怪？因为我上下班都走外环，上面大车比较多，大车嘛就比较大，然后大车的司机也不是机器人，所以难免会在车道里面有一些的偏移。像我们这种老司机一般就不会去管它，就正常开。但智驾不是这样的，只要前面的大车离车道线近了一点，它就会在智驾界面把这辆车给标黄，然后呢可能会在它的后面减速，或者说往车道的边上避让一下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很多智驾，包括小鹏的，它会在大车的边上减速去跟它并排，有时候我已经快要超过去了，但是大车在我的右后方贴近了一下车道线，它都要踩脚刹车。有一次我发现前车已经走远了，但是我一直都不加速跟上，低头一看，我的边上有一辆被标黄的大货车，它就像吸铁石一样把我给吸住了。那这种策略已经不能说保守，甚至有一点安全隐患了。希望各家都赶紧优化一下，好吧？目前好像也就华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。音响怎么样呢？
好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话，请一键30加关注。我是不圆的竹竹，祝大家国庆快乐！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但3个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不信你试试。哇，真的可以装个人哎！他们万一告诉我说那个没什么区别怎么办？我觉得我瘦了是吧？